谢谢你，医生。医生，他怎么样了Mr. 丹头部的伤口已经处理好了，只是皮外伤，避免碰到水就可以了。不过他的血压偏高，建议留院观察，做进一步的检测。谢谢你，医生。呀，你吓死我们了！你看，我这不是好好的吗？干嘛还要留院观察？你都晕倒了还说没事，还是听医生的话，多观察几天。学校里还有一大堆事情要去处理，家里又有一大堆。你这次因为血压高而晕倒，万一下次脑中风怎么办？不会这么严重吧？总之，我会帮你跟学校请假，你就好好休息，不要让我们担心。好吧，好吧，我就全听你的。你放心，我会照顾好这个家的。你们会听我的话，帮妈咪的，对吗？嗯。对不起，爹地。爹地，我知道错了，你一定要早点好起来。爹地不在家，你们要听妈咪的话，不要让她太辛苦，知道吗？嗯。既然知道错了，是不是应该接受惩罚？爹地说他不在家，我们需要帮妈咪的忙。你要我们做什么？我现在就分配工作，谁负责扫地抹地？很好 ，Shari， 那你就……不是，我是想问你可不可以把手机还给我？刚才说知道错了，现在又要回手机，那是两件事。我发誓我会乖乖听话，好好读书，做家务。不可以。为什么？我也需要我手机来做功课。你就把手机还给我嘛 ，please。OK。可是如果我发现你又不乖的话，我就会马上没收。OK。谢谢妈咪，那我来扫地抹地好了。好 ，Shari， 那你就负责洗衣服、折衣服。其他的家务就由我来负责。安哥，你要做什么？齐老师，外面有一位叔叔叫我把花交给你。谢谢。那位叔叔有说什么吗？没有。你先回去课室吧。好吧。别人的心都在左边，而我的心却在你那边。亲你后的第8天。哦，这么漂亮的花丢掉太可惜了吧？别人的心都在左边，而我的心却在你那边。亲你后的第8天。哦，没想到陈恩的爸爸还这么浪漫。不是他送错的。你别否认啦，我刚刚在外面看到他把花交给庆凯。其实，我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你对他有好感吗？他的人不错，又有责任心，又顾家。只不过现在，我想好好把彤彤带大，其他的事我没时间也没力去想了。2个人走在一起不容易，你们也是过来人，应该清楚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。你就比我幸运啦，有个对你好又照顾儿子的老公。你们当初是怎么认识的？我猜猜，朋友介绍的，还是在巴士遇到的？难道是修电脑？真的被我猜中了？当时我的电脑坏了，完全启动不了，
好不容易写完了毕业论文就这样没了，我几乎快放弃了。最后呢，是他熬了整个通宵才帮我救回来的。他也算救了你一命。也就那么一次。不要挡路！妈地啦！你以为你在开演唱会啊？喂，你妈地前有没有先扫地？不用，我就叫 2 in 1。姐姐，你顺便帮我洗鞋。我只负责洗衣。谁说的？爹地每次洗衣时也会帮我洗鞋。哇，妈咪，你在打仗啊？出去外面买不是更容易咩？怎么一样？这是我亲自下厨煮给 Daddy 耶。水滚后加入芹菜、苦瓜和花生油。哎呀，瘦肉，好像要等15分钟后哎，怎么办？要拿出来吗？哎呀，随便了，反正都会熟的。妈咪，洗衣机好像坏了。不会吧？那天我要靠你 Daddy 在用的啊。你会吗？要不要我打电话问爹地？哎，不要，这些小事我们自己解决，不要打扰他休息。啊，小林，好了。妈咪，你的汤。喂，你都没有把地抹干，还是湿湿的。那你来。你，小林妈咪，你快来帮妈咪！爹地到底什么时候才会回来？我不行了，很累，很饿。我炖了芹菜苦瓜瘦肉汤，去喝吧。不可以，那是你特地炖给爹地的，我们不可以喝。我炖了很多。我突然很想吃泡面。我也是。哎，爹，今天觉得怎么样啊？你来的正好，来，帮我看看这组照片，选一张最好的。这张不错。选这些照片干什么？我打算帮小人报名参加 cosplay 摄影比赛。你之前不是对小瑞玩 cosplay 有点小意见的吗？小人她真的是长大了，而且我一直都很相信，要给予孩子多一点自由还有信任。以前只是口头上说说，现在该是时候付诸行动了。小瑞知道了一定会很高兴的。来，试试看。这是什么？我特地为你炖的芹菜苦瓜瘦肉汤，可以降血压的。怎么样？盐下多了一点，而且还挺油的。难喝死了。没事没事，
难得老婆熬汤给我喝，让我喝吧。算了算了，你还是别喝了，我才不想医生叫你多留几天。熬汤本来就不容易，你这是第一次熬汤，已经算是很不错了，以后一定会越来越好。哎，对了，家里那2位公主有没有帮你做家务啊？你放心。我帮你 check 过了，大便有血，很危险，可能是 colorectal cancer。远洋，休息一下，吃点东西吧。哦，你已经温习整个下午了，休息10分钟没事了。可是我去跟你爸说。不要，妈咪，我问你，你有没有后悔生下我？你为什么会突然这么问？如果没有我，你跟爸就不会吵架。我跟你爸吵架，不单单是因为你，我和你爸有很多解不开的问题。就算没有你，我们还是会吵架。你别乱想啊！你放心，很快你们就不用为了我吵架了。你也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，尽力而为就好了。我只出去1个下午，你们就把屋子弄得这么乱了。小云，东西吃了也不收拾，衣服也不折，等一下啦，没空。没空只是借口。你们那天在医院不是说了吗？要帮忙做家务，你们都忘了。还有这些啊，都要收拾。这些是 Levin 吃的，又不是我。你是姐姐，帮妹妹收拾会怎么样？凭什么？我又不是她的妹。你们是姐妹，应该互相帮忙的。如果现在是 Levin，我也叫他这么做的。骗人！你们每次有什么事情都是叫我，都没有叫过 Levin。你们就是偏心。你是姐姐比较懂事，我们没有偏心。如果那天不是你们把爹地叫进医院，我们今天爹地生病关我什么事？其他的是 Levin，又不是我。他是气 Levin， 可是让他伤心的人是你。谁让他要干涉我的自由？他每天摆出一副为我好的样子，我才不稀罕。Shireen， 你这样说太过分了。难道你不知道你爹地有多爱你吗？爱我又怎么样？我需要你们的时候，你们都不关心我。你们每天都只会忙着自己的事情和关心别人家的小孩。现在我已经习惯自己一个人了，你们又来指手画脚。我承认，我之前不够关心你。妈咪跟你道歉。可是你爹地不一样，他知道你喜欢 cosplay， 为了你，他凌晨1点都还在帮你做道具。哎，爹，你在做什么？在做这个 cosplay 的道具，小云明天拍摄需要用到，我不想让她失望，就做了这个给她了。为了让你开心，他早晚都没有怨言。可是你不但没有感激他，还怪他，你知道他会有多难过吗？我明白，他干涉你交朋友是有点过分，可是他这么做也是因为担心你啊。他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因为爱你，你为他做了些什么呢？爹地为了我们的家真的付出了很多，这个时候是我们帮他减轻负担了。Shireen， 这么乱。
什么？你什么时候当了 fan club 的会长？我怎么不知道？妈咪，你不要碰我的东西，出去！你老实跟我说，你怎么会有钱买这些东西？我朋友送的。哪个朋友？哪个朋友这么有钱？他们父母亲知道吗？我不知道，他送给我，我就收。这样不行，快把他的电话给我，我马上把钱还给他。不用，这些都是我用零用钱买的。Lovin，你又在撒谎了！为了追星，你撒了几次谎了？难怪你学业退步这么多，原来把时间花在这些没用的东西上。他们不是没有，我好不容易才买回来的。They are priceless. They are not priceless。你现在应该把时间花在学业上的。我先帮你保管，考试后再还给你。妈咪，你不要动我的东西！你现在要专心读书，会分心的，乖。妈咪，还给我！你很烦呢，快点出去！ Lovin， 开门 ！Lovin， 你怎么可以推我？嗨，小姐，请问你想吃些什么？一片 apple pie。珊珊，怎么啦？没胃口？快要被2个女儿的事烦死了。你知道吗？我发现Lovin的房间都是偶像的东西，他还当上了什么 fan club 的会长，还偷偷去看演唱会都没跟我们说。其实现在的小孩子都喜欢追星，有时候啊，把偶像看得比父母还重要。Lovin就是这个样子啊！我跟他说我要把全部的东西收起来，他就发很大的脾气。你好好跟他说，如果一味的阻止他，只会让他更叛逆。我会帮你多留意他的。我老公就是因为这2个宝贝女儿气得晕倒进医院。他怎么了？他的血压很高，医生还发现他的心血管有点阻塞，所以得留院观察。那需不需要动手术疏通？暂时吃药控制，可是以后要定期回去检查。你不是常常说你是被上天眷顾的，要相信这次的难关很快就会过的。我想上天应该是在惩罚我吧，提醒我不能太自私。这就叫报应。你以为你是天下最幸福的女人，有千依百顺的老公，有听话乖巧的女儿。听我说，接下来你只会越来越惨，我就是要你尝尝从天堂掉下地狱的滋味。你别太难过了，现在弥补还来得及。你的老公那么疼你，不会怪你的。谢谢你，珊珊，有你真好。把憋在心里面的话全部说出来，舒服多了。以后有心事就找我吧，我随时陪你吃苹果派。那么重。Sharin， 我下午不能去医院接爹地，我有 CCA。那你几点回来？我们今天晚上，我都还没说完。干嘛？ Lovin， 你几点回来啊？我们今天一起去接爹地出院。我今天有 remedial。那你专心上课吧，记得早点回来哦。我们今天晚上一起庆祝爹地出院。哦。
干嘛？看是不是很酷？那送给你，我现在没心情，不要烦我。 remedial 而已，有什么好难过的？你跟Jenny都不用remedial，只有我。那我留下来陪你哦。为什么？你都拿到 DSA offer 了。如果考得不好，就不能跟Jenny去同一间学校了。我不要 DSA 了。为什么？如果 reject DSA 的 offer，那我就可以跟你报读同一间学校，你就不用怕没有朋友喽。真的吗？我说到做到。那我们一起拍张。好啊。出来了。那送给你。送给我。谢谢。哎，宝贝啊，你不要吓阿妈嘞。我是经过深思熟虑后才决定不要 DSA 的。哇，还会学人家深思熟虑啊？说来听听，什么理由？那如果是 DSA， 我就要花很多时间练习 fencing， 然后去比赛，这样我就没有时间好好读书了啊。万一我的成绩跟不上怎么办？哎，宝贝说的也对嘞，很多人因为 DSA 成绩跟不上，所以留级啊。哎，叫他报名 DSA 的人是你。哎呀，之前宝贝不懂事，现在他开窍了吗？懂得凭自己的实力去争取好学校哦。对，就这么决定啊，拜。要去哪里啊？我还没有说完呢。好。哎，你呀，你闯出来了。哇，这是什么？哎，是你吗？不是我。哇，原来是他们。还有蛋糕哎。Daddy， 吹蜡烛。哎，今天又不是我生日，为什么要吹蜡烛？ Daddy， 吹了蜡烛之后，你的身体就会更健康，所以你不会再晕倒了。好啊，那我就祝大家身体健康，好不好？原来你们说不能借Daddy，就是为了这个 surprise 啊。Daddy， 你喜欢吗？喜欢，当然喜欢。还有这个。Sorry, Daddy， 我不应该撒谎，我以后不会这样了 ，I promise。知道错就好，以后不要再撒谎了，知道吗？你不要担心，我以后会好好的读书，不再追星了。真的？我等一下就把全部的东西交给你。Daddy，妈咪跟我说那些道具是你做的。虽然有点丑，但是还是谢谢你。还有，对不起。Daddy 要跟你道歉，以后你可以去做你想做的事情，因为我相信你已经长大了，懂得判断是非对错。真的吗？还有啊，你那个 cosplay 的照片我已经拿去参赛了，希望你可以得奖。谢谢Daddy。其实我也应该跟你们道歉。我以前太自我，只想着自己的事，没有考虑到你们的感受，也不够关心你们。不过你放心，从今天开始，我决定学习成为一个称职的妈妈和妻子。哦，没想到我晕倒会有这样的效果，我看我应该多晕几次。Daddy， 你不可以再晕倒了。你不在家，我需要做家务，我打扫都是很痛。哎呦，我看看，哎呀，没事啦。家里除了泡面可以吃，其他的都不行。我有煮饭是你们不要吃的。你煮的都不是人吃的。哎呦，你不能够这么说话的呀。陪伴孩子成长是种锻炼，孩子会进步，父母也会跟着一起进步。刚才给大家在天台上展示的那个生态墙，是可以有效地减少进入大楼内的热空气。这些都是我们公司绿化的项目。除此之外，你们还有什么问题吗？据我所知，你们有一个 eco-friendly smart energy town 的计划，你能为我们详细说明一下吗？这个项目已经在如火如荼的进行。
这个 BTO 项目是利用集中供冷优势所建造的住宅区，不仅可以让居民更省钱，还可以通过更环保的方式来保护地球。我希望以后可以跟自己心爱的人一起搬到这个地方，过下半辈子。没你的地方都不算家。喂，安迪。彩玲啊，你跟阿静，我已经没有跟他联络了。你不用骗我啦，我的儿子我还不了解吗？他一旦认定了什么，谁也阻止不了。哎，也不知道这是他的缺点还是优点。安迪，我已经跟他说清楚了，以后不会再跟他联络，也不会再接他的电话了。你不用这么紧张，我今天约你出来啊，只是想知道你心里的想法。你喜欢阿静吗？他是一个好人，帮了我很多，只不过我们之间太多问题了。这些我都知道，我现在是问你，你对我们阿静有没有意思？既然你们彼此喜欢，那我就祝福你们喽。哎呀，我想通了，日子是你们要过的，我反对也没有用啊，倒不如成全你们。可是陈恩跟陈乐，他们俩，孩子的思想是非常单纯和直接的，只要以后你好好对他们，我相信总有一天他们会接受你的啦。怎么了？不舒服？远洋？远洋，你东西忘了拿。还好。喂，你是不是不舒服啊？啊？为什么我跟远洋的关系会变成这样？老婆，开门了。哎呦妈呀！你怎么喝得那么醉呀？你怎么样了？喂，我警告你，不准都去厨房。OK。我们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除了孩子之外，我们没有别的东西可以说了吗？有什么好说的？我工作一整天很累了，不想讨论这个。先坐下。
我全心全意为这个家，我到底还有哪里做不好？你所谓的全心全意，只是把远洋逼得更痛苦，也让我越来越不认识你。你到底有没有为我们想过？有啊，我有，我天天都在想。一哥，你变了。没有，我没有变，我还是跟以前一样，我还是跟以前一样的。哎呀，全身酒臭味。老婆，你跟原样永远是我最爱的人。我走了。哎，说了，稍等一下，这位是米苏伊，他说有急事，一定要找 Levin。你们好，我是 Levin 的妈咪，请问有什么事吗？你好，我是 Levin 补习班同学 Chloe 的妈妈。你应该听说过 Chloe 在痊愈发生的事情吧？从那件事之后，她就一直在看心理医生。我今天来这里是希望可以见 Levin 一面，让 Chloe 当面跟他道歉。道歉？医生说他的情况一直没有改善，是因为他一直觉得是自己害了 Levin， 不肯原谅自己。对不起，其实我根本不喜欢 Summer Fairy， 演唱会的门票也不是我买的，我根本就不想去。你在说什么？我听不懂。别害怕，有什么就说。我不应该叫你成立什么 fan club， 害你没时间读书，成绩退步。他的成绩退步是因为他不够努力，忙着追星，不是你的错。不是这样的，是我一直怂恿他，给他发很多 Summer Fairy 的视频。你不喜欢他们，那你为什么还每天跟我讨论？因为我是被逼的。谁逼你？就是任老师。怎么可能？他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也不知道，他就是个变态。Chloe， 任老师真的逼你这么做？你可以再给我几天时间吗？我一定会把2万块的违约金补上的。如果你再不还，就不要怪我找律师。珊珊，哦，你来了，有什么事吗？我今天很忙哎。Chloe 说，是你家姑引诱了 Levin， 让他沉迷追星，荒废学业，是不是真的？你说话，只要你说没有，我一定会相信你的。是我做的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这么做对你有什么好处？你现在是不是觉得自己被背叛了，非常难受？那就对了。比起当年你对我做过的，
这根本算不了什么。发生这样的事，你为什么没跟我说？跟你说了，不就是给你多一次机会嘲笑我？我为什么要嘲笑你？我太了解你了，你就是喜欢炫耀自己有多厉害，觉得每个人都需要你的施舍和帮助。你知不知道，我最不需要的就是你的同情。不是这样的，我真的把你当好朋友，可是在你眼里，我只是在炫耀。难道不是吗？每次只要我喜欢的，你都要抢，然后故意装大方让给我，其实都是有目的的。上初院的时候，老师提名我们2个，要同学投票选班长，你二话不说就让给我，我当时非常感动。后来有同学投诉我管得太多，你不但没有帮我说话，还在背后跟他们说，你早知道班长不好当，才故意退出的。我真的一点印象都没有。你知道我当时听了有多难受吗？在我面前当好人，在我背后却把我当傻子。还有一次，够了，是不是现在不管我说什么做什么，在你眼里都是恶意的？对你来说，我们的友谊根本一文不值。就算是这样，这也是我们2个人之间的事，你为什么把乐斌扯进来？你不是常常说你的家庭非常幸福，非常美满？我就是要看看你所谓的家庭和孩子，到底有没有你口中说的那么幸福？你以为你的女儿真的那么听话乖巧吗？她偷姐姐的钱，撒谎，打架，都不是我教的，能怪我吗？你做了这么多，就是为了报复我。我确实是在报复。毅哥，你是不是拿了我们联名户口里的钱？哦，对啊，我帮远洋报名了那个在加拿大的全脑潜力开发课程，我们要在那里待1个礼拜。你为什么事先不跟我商量？我是想让远洋换个环境，体验一下不同的教育。
我们一家人也可以放松一下嘛。放松一下，那笔钱是我用来还违约金的，你现在拿走了，我怎么办？补习中心没有自己的储备资金吗？是不是以后你把房子卖了也不跟我说？你到底有没有尊重过我的？联名户口里面的钱也有我的份吧？而且等我回去工作之后，我会把现在用的钱补回去。你说的可容易，你现在连工作都没有，哪来的钱补？你说话可不可以不要每次都这么难听啊？我有说错吗？我为了这个家，辛辛苦苦撑着补习中心，你呢？你却毫无节制的在乱花钱哎！钱是花在我身上吗？我用的每一分钱都是远洋的教育费。为了儿子是吗？那又怎么样？他的成绩还不是越来越差？这证明了什么？证明你的教育方式根本行不通。我的教育方式行不通，问题是我吗？我觉得问题出在你身上。你的野心会不会太大？你开了一间补习中心还不够，你现在还要开一间分行。你自己补习中心的资金周转有问题，你现在还怪在我身上。允阳的教育你什么都没做，现在连他的教育费你都不肯出，怎么会有这么自私的妈妈？真的让我很失望，你知道吗？既然你对我这么不满，我们离婚吧。我搬出去住几天。你真的要跟爸离婚？远洋，要是我们分开了，你想要跟谁？不要问孩子这种问题。你不要怕他，你跟我说，你想跟妈咪走吗？远洋一直都是我在照顾的，你有什么资格把他带走？要走你就自己走。我是他妈妈，我当然有资格啊。你是他妈又怎么样？你有尽过当妈的责任吗？我为了远洋，我是什么都可以做的。你呢？在你眼里，他连补习中心都不如。至少他跟着我比跟着你快乐。快乐有什么用？你们别吵了！你们要我选对吗？我谁都不要。夜深了，眼泪很吵，是谁让你如此煎熬？感情路上摔了跤，不代表你就不够好。对的人总是会迟到，就当作命运开的玩笑。不是你的就别再勉强，是你的想跑也跑不掉。总会有人把你看得比自己更重要，会有人发现你身上所有的好，总会有人拥抱你微笑背后的伤，让你觉得世界不算糟。总会有人放弃所有也不把你丢掉，会有人在你身边就引以为豪，总会有人想借你的肩膀来依靠，让你觉得自己也会被人需要。天亮了，继续奔跑，